快点！一通，动作快点儿！还想挨板子吗？快走！就你们屁股疼！快！二通，快点！就你们屁股疼！三通，找了，成立！看什么呢？我是早就知道这事。别看了，站住！酒喝多了，都忘了兵该如何当了吗？啊！兵告都头，周顺度成立。恭候都头将令，末将指挥副使卢彦柱。算了，懒得与你们这帮混账置气。饭食已备，开动吧！别动，回去。站好了，左队第一使出令，站直了，往前站，站成排，军所坐。右队第一使出令，快点儿，站成排，军所坐。左队第二使出令，动作快点儿，军所坐。右队第二使出令，左队第三使出令，军所坐。右队第三使出令，军所坐。都头，一波。啊，弄。开始！让个位子。不爱吃鱼头？爱吃，吃。不用，我也不爱吃。自今日起，忠顺都再也不吃鱼头。吃腻了。郎君，陆彦珠求见。叫他报名贵进。诺。忠顺都指挥副使陆彦珠，请见都头。较劲。
末将陆彦珠参见都头。这个月军食差了214升，历钱短了1200文。是。换酒喝了？是。你自家也喝不下这么多酒吧？在册兵额87人，实有兵额61人，空额26人。是。谁吃了？刘建通，还是你？末将生性好酒，但是空额确实不敢。末将犯的是死罪，甘愿受罚，只求都头日后善待中顺都这帮弟兄。我说过，之前的事我一概不管，之后的事我一概要管。此刀名叫余稳，是杨行密赠予我祖父的。祖父赐给了我父亲，我父亲又赐给了我。当年董昌被俘，押往钱塘，祖父念及旧情，于途中驿站相候，老友相见，不胜唏嘘。祖父将此刀递给董昌。7年结拜，生死相托。此刀是英雄所赠，当得起兄长的身份，也当得起兄弟的旧义。董昌以此刀自尽，祖父伤心寄怀，就此封了此刀。这些年来，这柄刀落在我手上，自今日起，将就戒了。此刀赠与你，但你若是破了戒，刀和命都还给我。我将陆彦珠遵命。别推了，让开！车上有草毡子，一人一个，往地上铺。滚！你说什么？把沟壑填平了，便有路可走。我的兵是正兵。什么？这是府兵办的差事，正兵不填沟壑。好，老子给你们填。来，让开！陆彦珠，在，去拿草毡子。喏，第二个死，都是死人吗？走。中顺都填沟壑。你们这些没用的傻鸟，把草毡子往前运。你他娘的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啊！后面的废物都听着，把草毡子往前运，我们给你们填沟壑。
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冻死！来，放上它。对，来一个。左郎君，那里是什么人？正兵的上官们。把他们叫过来。好。田必友，九郎君叫你过去。小人右知第一都军需于后田必勇，见过九郎君。小人有眼无珠，没认出九郎君。九郎君恕罪。是我眼花了吗？如此大雨，那个棚子里走水了。我们右知一都的几位上官在棚里歇脚，烧口热汤喝。那他们呢？都是些下贱的田豪府兵，郎君不必理会，且随我入内，小人亲自为您奉汤。下贱的田豪府兵，是，郎君不必在意他们，不过是淋些雨，死不了人的。容他们在外头歇息，不用去给骑兵的马蹄子当肉垫子，已经是他们的造化了。郎君且安心随我入内便是。跪下。啊！郎君命你跪下，跪下！耳朵聋了吗？不是，小人失礼了。我没什么气力，你们俩莫让他动弹。郎君，小人知罪了，小人冲撞了郎君。你冲撞我，倒也无妨。可你千万要记住了，若是没有我们这样下贱的府兵，就不会有战时军中的辎重粮草。下贱的不是人，是你的心。你命好，我不杀你，留你一命，去上阵杀敌。多谢郎君不下车，多谢郎君不下车。哎，九郎君，郎君，大帅，九郎，你别动，快躺下。听说你发热了，身子受了湿寒，须得好生将养啊。大军登船了吗？旋风、前军、中军都已经走了，后军也走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，再有一夜光景，便也起行了。大帅不能离开中军，请大帅登船。到底怎么了？浙江和东阳江水位暴涨，寿昌渠决堤，后面的粮船过不来，大军的粮道断了。右知三都时有兵额正兵1260员，日需粮米53斛。弓箭三都时有兵额正兵1236员，府兵3628员，战马2628匹，
驼马走骡1886匹，日需2米188斛，豆料753斛，都记下了。日需2米和豆料共计几何？日需2米1534斛，豆料1597斛。郎君，好些了。随军转印2米总数29372斛。豆料稍多些，将不足4万斛。可算起来，也就够大军18、19日使用啊。能撑到下个月初10。我这算了许多遍，最多也就10余日，军中便要断粮。你这个下个月初10是如何算出来的？军中还有9492匹大牲口，除去2740匹战马不能动，还余6752匹驼马走骡。这一匹大牲口按600斤算，至少能出300斤的肉。按1员正兵1日所需3斤肉，1员府兵1日所需1斤肉耗算，能撑20余日。将驼马和走骡全部宰杀，大军班师的粮秣辎重如何遣阅？此战若是胜了，大军可坐船自海路班师；若失败了，自然也用不上。就算能撑到下个月初10，这战事就能了结吗？若是下个月初10，海上风浪依旧不静，珠江水情依然不能行船，那便是天数使然。天数使然。我在汴梁做了几个月监牢，想了许多事。那个时候，我最恨的便是这不讲理的天数。若真如你说天数使然，你我一句非战之罪，说来简单，可深入闽境的3、4万将士，有多少要埋骨他乡，又有多少能活着回来？到那个时候，从长乐府到永贞，再到宁德，又或者是从西溪渡到漂溪渡，这120里的道路上，要聚集多少冤魂，多少枯骨啊！那是郎君见得少了。是啊，确实我见得少。自幼锦衣玉食，何曾识得半分人间疾苦？只是这里是吴越，不是中原。沈兄，你就不要随我去永嘉盐场了，你随船回转军前，待我将这封书函转呈于2位太尉。这是沈兄的官凭。我已在书函中向2位太尉禀明此事，沈兄凭此官凭，可在军前代行官军容使和提举公事司之权。郎君是要将提举公事司设到军前去？情势有变，如今随军粮资调动诸事，皆在军前。温州这里什么都做不了，
若还将提举公事司设在这儿，那便不合适了。可郎君的身子眼见大好，可亲自赴军前调做诸事，无需假手于沈某。我要留在温州，6州都转运司也要留在温州。郎君想要做什么？天数无常，但我想尽尽人事。温州或可解大军断粮危机。既如此，提举公事司事务，沈某可代为之。然则观军容使之权，乃大王。我信得过沈兄。沈某必不负郎君所托。下官全知温州军府事欧阳宽率阙税使孙玉、营田使张威、永嘉令王翦拜见司空。诸君免礼，看座。下官等月前便接到了中书的札子，知晓司空要驻节温州，早早也做了些准备，却是不知具体日期，故此未能迎候司空，实在是失礼的紧。哈，万望司空恕罪。哎，与诸君无干，是我来的仓促孟浪。大王命我为东南行营官军容使，全6州转运使。现下有一桩紧要政务，还望诸君能戮力相助。司空尽管吩咐，下官等必当竭力报效。我等必当竭力报效。球血猛急，洪水泛滥，断了大军粮道，前线将士斩头沥血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杀敌吧？如今急需筹措10万斛粮秣运往军前，还望诸君能助我呀！司空恕罪。温州治下有长平仓1座，现仓4座。1个月前刚将收上来的秋税借往西府，所余仓储也于10日之前借往军前。如今州县上下只余下备给口粮，不足500斛。下官今日回去便命辽属，将粮食装车送来转运司，报效于司空。500斛，1州之地，何以如此窘迫？好叫崔继仪知晓。秋粮借都之后，温州各处粮仓尚有余粮78000斛，据已于7日之前借予6州都转运司。啊！此事乃是卑职经手，这是都转运司的回执，上面有崔继仪的亲笔签押，请司空与继仪过目。78000斛，这却要从何说起？崔继仪此言何意啊？崔某从未见过这78000斛粮食，更不曾据闻回执啊！不曾啊！崔继仪，此事乃是王某经手，这回执也是继仪当日当面交予王某的。继仪何敢当着司空与诸位上官的面打诳语？无人定无此事。78000斛粮食，那是一座米山，崔某何敢轻忽？7日之前，贵县
确实借来了一批粮食，却是只有1800户，哪来的78000户啊？飞机爷，难道这回执上的签押是假的？这钱呀！将这个贪墨军粮的贼子给我拿下，收押。卑职真的不曾见过。这7万，飞机得罪了，未曾见过。是不是有些太容易了些？怕了？倒不是害怕，只是觉得这9郎君未免太轻信了些。那回执既是真的，他为何不信？如此冒信人言，这位郎君未免也太草包了些。久闻这位余丈郎君的大名了。无论他是真信还是假信，铁证如山。本官倒要看看这位在中原汴梁首任节帅的少年英雄，到底有几分斤两。都头，守在门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，郎君。郎君，粮食呢？下官真的未曾见过那粮食。这不是粮食吗？如此阵仗，便吃不下饭了。卑职真的未曾见过。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温州的这批官已经要不得了。郎君，知道他们在说谎，那不然呢？坐。那可是78000户粮食，眨眨眼睛，便消失无踪影了吗？温州的这帮城狐社属有几分能耐，我不清楚。可你崔子谦有几分能耐，我自问还是知道的。郎君知道，下官是个谨慎的人，7、8万户的粮食，如许大的数目，以郎君的仔细，势必要亲身验看核准。未得郎君允准，下官岂敢擅自在回执上签押落笔？不敢。然而，回执上确是下官的亲笔，难道转运司里有内鬼？他们敢如此大胆，想必是有恃无恐，手脚做得细密。即便去查，一时间也未必能查得出来。若是神官狗在，便是好了。这些龌龊下作的虚礼手段，瞒过郎君和下官容易，瞒过沈兄却是不易。沈兄有沈兄的法子，我有我的法子。郎君如何布置？下官谨奉君命，纵是粉身碎骨，下官也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既知道是鬼域伎俩，还查他作甚？做甚？他们是如何做的手脚，这都不重要。方才你说过的一句话，才是紧要之处。你说，那可是78000户粮食，是一座米山啊。可这么大一座山，他们会搬去哪儿呢？
弹指一字害人呐！张伟的诗皆不入我目，唯有一首却深得我心。世人结交须黄金，黄金不多交不深。纵令然诺暂相许，终是悠悠行路稀。钱是个好东西，你说呢？一州治所之内，米店关张停对，民人连有饥色，这说明什么？温州缺粮。我问的是，为何缺粮？民间的粮都让官府征走了。台州之事，你也算是亲历者。先征后粮，田土兼并，这是何等恶政！可你见到有米店关张停对吗？也是，便是台州，民间也还是有粮的。可温州这里，不仅民间没有粮，连官仓也只有500户存粮。难不成这些粮食长了翅膀自己飞走了？不能飞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这手脚是7日之前做的，在没有拿到你的亲笔回旨之前，他们敢将这些粮运出温州吗？断然是不敢的。那拿到回执之后，敢运了，但运得出去吗？运不出去。连日大雨，水路断绝，再加上海风肆虐，军粮都运不过来，他们自然也运不出去啊。粮食还在温州，会藏在哪儿呢？粮食受了朝会霉变，因此存粮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，而且不能有虫害和老鼠。这么多粮食，寻常的米店粮仓根本存放不下。温州左近能存下这么多粮食的所在，有2处，一处是官府的昌平仓，另一处博弈坞的战仓。正是。子谦，辛苦一趟，走一遭玉环山水寨。水师罗胜，我要借兵。九郎军想借用多少兵马？郎君想调用水师步战都。什么人？这许多间店铺仓储，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。等不到明日了。提取方在哪？那边。带路，走。原来是老相识啊！尔等竟敢趁夜进来博弈坞，无缘不是中原，若不得尔等匹夫，肆意妄为！
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，尔等谁敢无礼？欧阳宽和王翦到了，请他们二人进来。传九郎君军命，请欧阳明府与王县令入内叙话。二位贵官，九郎君在内候着二位。九郎君，这什么意思？欧阳宽，你这是与我说话呢？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，见过司空。跪下。本官是吴越的知州，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。司空是国家宗子，何以无故折辱大臣？郎君，他毕竟是亡命奉主的封疆之者。那这样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若如实回答，今夜或可免你一死。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？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。那你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崔继义，下官在。那就去山岳社专处去看一看。诺。拉开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弄了这许多粮食，便是撑破肚皮，你自家也吃不下吧？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。这吴越国中，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，确实也不多。温州博弈物里，这样的买家，就只有一家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，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？郎君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都找到了。司空，下官交代，下官都交代。没机会了，拖出去。行军法，斩！司空，下官都交代。司空，本官之事，司空，你不能杀了本官，司空。自永德江入青田溪，经西溪漂西长溪。在宁德登岸装车，直送军前，务必在本月初9日前拿到提举公事司神管沟的会旨。若误了日子，郎君军法森严，仔细你的脑袋。是。
郎君，不只有78000斛官粮，在山原社的战仓里，还堆放着4个县民行收来的私粮，约有121236斛，够整个东南行营4万大军吃上半年有余。将士们是够吃了，可这里的人呢？没了这20万斛粮米，王兄又靠什么去料理台州的烂摊子？事情总要一桩一桩的去做，千头万绪，总要有个轻重缓急。是，总还是要做事的。我这便以东南行营关军容使的名义出个札子，由子谦兄全提点温州军府公事。今日你便接管温州州署。郎君，下官不过是县里学官的弟子，一州之政繁难从错，恐非下官所能胜任啊。其一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我这个关军容使，无权越过相府和行营任用州官。待得与王都通了道路信息，他们自然会选新的知州过来。其二，如今前方在交战，温州乃是6州都转运司所在啊，不能没有总揽州政之人。其三，本地的官我信不过，我信得过的，王兄和相府信得过的，皆不在此处。相较之下，我宁愿信你。有2件事，你要牢记。第一，我不管你爱不爱钱，都不许于此时此处伸手。第二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或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法子，温州4县之内，绝不许饿死一人。否则，我能砍掉一个知州的脑袋，你的脑袋，我想砍就能砍。下官定不负郎君所托。不请王命，擅杀知州，这九郎的胆子何时变得如此大了？事急从权罢了。不杀欧阳宽，何以震慑温州上下管理辽族啊？倘若这些人在背后弄鬼作妖，行营这3、4万大军，不用接战，就已经军心浮动了，那这一仗也就不用打了。等打完了仗，这些事情自有大王和相公们善后。眼下这情形，福州城内外，这根弦怕是绷得差不多了。军师已足，迟则生变，当战则战。御史台的。各州县受灾的情形不一，臣与正臣相公粗粗筹算了一番，来年至少有21个县要捐免钱粮，加上今岁兴大兵之耗费，明年的预算从账面上怕是不大好看。九郎君自永嘉盐场给相府来了2封书信，请留粮米5万斛，以解温州诸县粮荒。臣与明远商议了一番，算上先前6州都转运司运往东南行营的粮草，军中已有将近1岁之粮，军食充盈。九郎君之请，可以允之。
都是参合九郎、跋扈、专权擅杀的，议吧。其实时机紧急，东南行营大军断粮在即，九南军夺知州之权，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。事关军务，还是得听一听养公和水秋公的说法。只是欧阳宽毕竟是大王亲授的一番治民官，便是东南行营的2位帅臣，不请王教，亦不得加以行诛。九南军此举，确有擅权之嫌了。那是一州知州啊，不请教命，不经司法，说杀便杀。就是老王开国以来，何曾有过如此恣意跋扈的王子啊？如今不是有一个了？儿子，我是想不通，九郎君自幼便有顽劣之名，荒唐胡闹有份，从来与朝堂政事无干。此番从政，挂了一个官军容使的名分，也不过是想借助他的宗室之身，往日后遥领外郡，有个名义上的凭借。何尝有让他恣意逞张、拳打脚踢的意思？他再如此妄为无度，落在中书相公的眼里，无非是跋扈2字罢了。可要是落在大王的眼睛里，却是天大的忌讳。这种明白浅显的道理，这位九郎难道他不懂吗？你懂吗？啊？你懂道理吗？你说的那些道理，都是死一人的道理，顶多也就是灭一家的道理。这是打仗，傻儿子，不是死一人一家，灭一门一族，死万人灭百族，亡一国的买卖。这是打仗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。连日大雨，河道水患，粮秣断绝，数万大军孤悬敌境，随时有覆灭之危。要凑出20万斛粮食运抵军前，地方官不准提调，前沿车轴，哪有那许多时间慢吞吞打笔墨官司？军国大事当前，万事皆得从权。国公也是老军务了，这样的道理，难道不懂？吴正臣，老夫何尝说过九南军不该权宜？老夫要说的是，他不该擅自杀人啊！那往后帅臣们一个个有样学样，每逢出征便杀几个蜘蛛县令来祭旗，那这天下还要法度何用？再有，大王，以都转运司赍1文字掌一州之政，臣亦以为不妥。数县的钱粮刑狱、官吏咸鱼、民生政务，岂是一个小小的赍1文字所能为之？朝廷用人，任官有法度，有臣力，还有故事，岂得任意胡为啊？明远以为呢？欧阳宽之事，东南行营也好，九郎军也罢，尚无详实禀奏，其中内情尚不明白。臣此刻胸中亦无评断。不过国公方才有一句话，说的却是对的：知州之人，非借机宜堪以承当。大军征战可以权宜，
然则朝廷用人任官。温州乃六州专营司所在，干系东南行营良资供给，如何权益不得？郑成功，九郎军任济夷为知州，乃是因大禹城在道路不通，与中书音讯隔绝之故，虽然不妥当，却是非常之时的不得已之为。如今雨停了，粮道也通了，人事全选，还是要依法度，守成立，循故事。大王，此事绝非寻常权政。如今大战方酣，大军粮秣调转，事务繁剧，全在九郎一人肩上。若是罢了崔某的知州，就等于当众打了九郎军的脸面。臣恐温州上下官佐闻知此事，会以为朝廷失了对九郎的信任，会更加蛮汉欺上，阳奉阴违。若是误了东南行营的良资，是要出大事的。明远以为吴相公说的有道理吗？郑成功所言极是，故臣以为，当明法教民，罢崔某，全体点温州军府使差遣，擢为临海令，仍留任都转运司，记以文字。待战事终了，再赴台州领任。此外，善则守臣，全知温州，兼领六州都转运司副使之职。新任温州知州无论是谁，话都要提前说明白。温州此事最大的政务，便是军务。温州与东南行营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言。诸公所言，皆是正理，都是谋国之言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谢大王，臣奉教。8品升7品，恭喜子谦了。临海市富国县，不是7品，是6品。哦，全赖郎君提拔，人纪当竭力报效。那更要恭喜了，只是眼下，你还走不得。下官自然行得。长乐府那边战事方酣，转运司这里事务纷繁，千头万绪。崔某纵是再不成人，也不能于此时弃郎君而去。说来惭愧，下官读了这些年圣贤书，临到办事才知道，伐国不与谋书生。在郎君幕府这些日子里，于治政用事，实在不及沈兄于万一，却侥幸得了这样一个大便宜，越过了沈兄去。人纪心里有些不安啊。倒也不必不安。沈兄是国士，他不在意这些。谢郎君。这就是，就这么干干的，真不去帮忙，操什么心？只会打过去那些事。陆远珠，你
若再不上阵，我便一剑剐了你。广公，您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剐了，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将令。临行之时，都头交代的明白，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沟的安全。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，哎呀，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！听你家都头的，管个屁用！听他的，这一战能打得赢吗？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？敌人全都披了甲，我们的人都没披甲，要上了岸才能披。水师若是上不得岸，这一战怎么打都是输。一旦水师上了岸，我们才胜券在握。带着你的人往那里冲，只要引得敌人的甲士回兵，我便记你一大功。哎呀，不是我们不想打呀，立战功谁不想呀？但是违了都头的将令，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没了，天大的功劳也没处消遣去，是吧？尔等若是再不上阵，我即刻自降。本官的命没了，尔等的命和一家老小的命也全都难保，还不快去！管公，你不要逼我们，绑了！真当本官不敢吗？尔等若是对本官无礼，本官便嚼了舌头给尔等看。此刻若是上阵者，无论有无杀敌，本官皆按2颗手机给尔等上报军功。胆敢怯战者，砍了头颅挂到辕门之外，一家老小皆发配于虚名为奴。小二马三，好，保护好管沟。周慎都，到，随我击敌。是。哎呀，我不用你们管，你们快去，快去呀！哎呀，别去了，走吧。卢辛苦啊！吃饱饭，早歇息啊！卢辛苦啊！早歇息啊！早歇息。早歇息。早歇息啊！哎，劳烦盛仙儿。别好了。来，劳烦盛仙儿，多谢盛仙儿。卢辛苦，卢辛苦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吃饱饭，早歇息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罪臣申文琪见过七郎君。当朝名士来挖湖泥，难为圣君。太湖鱼高，祸患连年，辽县都的将士们3代人都在挖湖泥，日日如此辛劳，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。颜念君子，温其如玉，难怪大哥当年看重于你。大郎君可还安康？大哥受王命居府读书，3、4年不曾走马劳动，无病无灾，倒是胖了有10几斤。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。既如此，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。不忘故主，君子之志节。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，罪责未免，总该稍稍在意些。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奏你一本，即使王兄圣明，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，总是免不得麻烦。郎君此番是专为慎某而来。大王有教，慎温琪跪听。罪臣申文琪，恭领王教。
辽遣都申文琦财运六韬，小通经史，先王在日，颇多褒誉。可又补缺内供奉，全知温州军府事，亲服于命，毅力乃成。罪臣甚温琦，参见大王。这几年在太湖边上吃了不少苦头吧？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修堤坝，挖湖泥，每餐1碗老米饭，臣是文官还能多上1条鱼。无政务之烦难，无案牍之劳形，每日里为儿郎们写家书，教他们识些文字。陶渊明采菊南山，日子也不过如此了。这是马院姑闲置了他们。罪臣不怨大王，是不怨，还是不敢怨？臣入仕是为了做事，在杭州是做事，在太湖也是做事，在内衙军是做事，在辽遣都也是做事。只要有事可做，罪臣便于愿已足，没什么可怨的。哼，你倒是名士风范，倒是姑有些小家子气了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温州的事你都知道多少？欧阳宽贪比不能事物，量侠不能容人。在王都为供奉，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；为州县亲民官，则必坏大政，苦一方之民生。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诛之，不为讥讽，不避嫌疑，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当年之风。你说九郎不避嫌疑，你如此大咧咧的在姑面前提及大哥，便不该少避嫌疑了。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，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妄，当年之事事出有因，行格事尽，大王不得已而为之。拨逆反正乃迟早之事，此事大王心知之，臣亦心知之，又何来嫌疑可避？人言水秀公玉卿，国中2君子，此言不虚。水丘公国家宗器，社稷柱石，臣不敢与之并言。此去温州，卿当助武帝一臂之力。臣必鞠躬尽瘁，恪尽所至。末将行路莽撞，督监恕罪。无妨。
西郎在查禁卫都。温州缺出来的这一笔，臣正在竭力补救，只是还需费些时日。福州战事一起，如今连3佛旗的稻米价格都翻了3、4倍。原先1匹绢能办的事，现在3匹绢也未必能办得下来。山岳社现在账面上的现钱不够，臣还需从他处腾挪些款子。不过，大王尽可放心，明年正月之前，臣必当办理妥当。此事委屈你了。战事为大，九郎纵览大军粮秣，他也有他的不得已。此事故交于你暗中筹办，外人不知细节，难免有些误会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的难处，姑心里知道，莫要生了犹疑嫌隙。臣不敢。昔日投效大王，臣有言在先。大王以国事待臣，臣必当效死以报大王。如今不说些银钱委屈，便是臣这条性命，如果大王有用得着之处，尽管拿去，臣不敢有丝毫怨怼之情。好，你竟有如此报效之诚，姑便断然不会让你没了下场。你去吧，大胆做去便是。诺。你听着，此人竟有几分真心。好听的话谁都会说，若他没有旁的心思，又怎会在清卫都内广结善缘？立春院大火那夜，有人看见他在宫里。下官6州转运副使温州知州慎文琪见过九郎君。如玉先生，我猜了这许多天，万万没想到六哥会让如玉先生来接掌温州政事。哎，子谦，这可是号称我吴越国中2君子之一的慎如玉慎先生，他的文章和才学，已故的皮相公都是称许的。下官崔仁季见过如玉公。崔君有礼。定胜高哦。崔君切莫听九郎君舌灿莲话。当年在杭州先王诸子之中，当属九郎君这张嘴最会哄人了。看看我带的家乡的点心能不能堵上你这张嘴。这段日子真是苦透我了。前面数万的大军，天大的干系压在我这个余丈子身上，啊，还要顾着后面6州的民生，这担子也太重了。不过如今好了，如玉先生来了，我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。啊，郎君却是休想。郎君还道自己是5年前瑶台院里那个不管不顾的宗室少年吗？即使已经担了这天大的干系，此时想要歇息，却是已经迟了。便是战事终了，江东南面的行营撤了，郎君也自然会接到新的差遣，还想似往日那般无忧无虑，怕是再也不能了。先生容我片刻欢喜，又能如何？这般实诚也太不唏嘘人了。还有，州县的这些华官胥吏，实在是一个让人省心的都没有。你稍稍松松眼睛，便能弄出来一大摊子烂事来。啊，先生知道，我素来不是个勤快的，可这段日子，我是连大口气都不敢喘呀。
真不知道王兄这6、7年的时间是如何熬过来的。一家有一家的难处，一人有一人的做法。大王明锐刚宪，奸邪小人不能欺之。所谓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看得太明白，便难免会事必躬亲，日子长了，难免于圣功有损。谁说奸邪小人不能欺之？那程昭月分明就是奸邪小人，害了大郎兄不说，还要置先生于死地。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内都监使吗？做了官还要做生意，将1个州的粮食全都卖光了，坏了4个县的吏治啊！王兄，不照样是信重任用，哪里有明锐刚宪的样子？你杀了欧阳宽，朝廷中枢乱作了一团。1日之内，御史台10几位御史弹章连上，参合你跋扈擅杀，专权任性。大王七郎君与中书诸相公皆压下了。倒是你自家，为何连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？请先生过目。这是什么？温州阙税使、营田使、4县县令及大大小小31位官吏的服辩供状。既是证据确凿，为何不上奏？哎，这一来嘛，战事还未曾终了，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。砍了1个知州也就罢了，若将这30几人全部砍了，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。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，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，继续伸手。正所谓使功不如使过。这其二啊，这些证据里，桩桩件件都有程昭月的手尾。此时给递上去，我人又不在杭州，说不定让那贼子弄了几句言语，在王兄驾前便糊弄了过去，那岂不是白费一番功夫？待得战事终了，我回到王都，拿着这些证据，当着文武百官，当面奏于王兄，说不定可将此贼一举扳倒。先生以为不妥？郎君筹算的固然精当，却须知，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别人，也需算算自己。算算自己？郎君眼下的差遣是东南行营官军容使、6州都转运使，提举行营粮秣甲账辎重公事。山岳社的事属户部，博弈务该管。程昭月是内衙都监使，属上统军师胡令公该管。郎君越过胡令公户部博弈务来管这些事体，奏请过大王吗？我是大王亲弟，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。郎君攻讦程昭月是为了私事还是国事？那自然是国事啊。私事才论兄弟，国事无兄弟。程昭月不过借选之际，福州之战，才真正干系国运兴衰。郎君是宗室，是先王之子，当知社稷福祉，在个人恩怨之上。先生良言，红处谨受教。白夏浦大捷后，吴越军乘胜追击，与城中守军夹击南唐兵，唐兵溃逃，李仁达归附，福州归属吴越。福州大捷！大王，福州大捷，唐军败退建州，福州守将李仁达上表自请归附，江东南面行营800里，漏木报捷。哎呀，
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圣。此为开疆拓土之功，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圣。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圣。纲纪盖文，周道兴隆，申伯遂荒于南土，汉文转少。宋昌寻长于卫兵，并命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养人权，拜中吴军节度使、内衙马步军都统军使，同参大政，封吴国公。臣叩谢王恩。江东南面行营都监使水丘昭劝，拜侍中、宣德军节度使、内衙马步军都监使，领湖州刺史，封吴兴郡公。臣叩谢大王。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张云，拜兵部尚书、内衙马军上统军使，领秀州刺史，封嘉兴侯。臣叩谢王恩。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赵成泰，拜兵部侍郎、内衙步军上统军使，领睦州刺史，封寿昌侯。臣叩谢王恩。优奖信臣，恩遇有光，左宝批图，主者施行。大王，此事不公，此战提调三军，阵前奋勇，功在仰帅，督监各部，使将士用命，功在水丘，坐镇温州，总领大军粮秣、甲仗、辎重转运，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，功在九郎军。如今诸将皆有赏赐，唯九郎军不赏，乃无事理。吴相公，九郎乃是宗室，又是大王的亲弟，不宜与诸将争功。七郎君此言差矣。中原大乱，我吴越自有法度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既是同罪，则军前勋略亦应同功。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而领东府安抚使，而今九郎君之功远在八郎君之上，既不领郡，亦无封赏。同宗兄弟，自不该厚此薄彼。难道是因为九郎君这一路上参的人太多，又饿了郭大餐，未免树敌过甚，这才要压一压的？坐一会儿。哎呀，哎。父亲啊，父亲也不必太过的恼怒。水丘那个湖州刺史不过是虚应的故事。大王昔年许父亲出镇湖州，那是时任不一样。咱们这个小大王啊，人小鬼大。拿这个孔明头的湖州刺史敲打老夫呢，多好的事情！老夫至今没上请罪表彰，他这是心里记着仇了。明明知道这个刺史的头衔挂在老夫的头上，偏心装作不知，施然给了水丘，这纯粹是恶心人呢。难道父亲还能与大王去理论？怎么论？
啊？人家自家兄弟立了功，却未受赏。我一个混吃等死的老头子，无非就是拿走了我一个虚名的刺史罢了，怎么有脸去跟人争个上下？